家里不能养沙漠玫瑰。这7种有毒植物都不适合家养，赶紧看你家里有没有。在家庭装饰中，绿植以其生机盎然的姿态和净化空气的功能，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。然而，在选择和养护绿植时，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与毒性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对于有小孩或宠物的家庭。俗话说，最毒的植物开最美的花，十分受欢迎的沙漠玫瑰就是一类。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观赏植物，沙漠玫瑰的毒性一直备受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一下家庭常见绿植的毒性，以及该如何养护这些带毒的绿植，在保证自身安全健康的同时，欣赏它们的美丽。那么具体是哪几种植物，又该如何养护呢？跟花花一起看看吧。1、沙漠玫瑰的毒性。沙漠玫瑰又名波斯玫瑰，以其艳丽的红色和粉红色花朵著称，是观赏植物中的佼佼者。沙漠玫瑰在夏秋季节就可以灿烂开花，花色有常见的红色、粉色、白色和紫色等，也有很多混色的花。它的花整体是呈中型的，每一朵花都有5片花瓣，有凸出来的雄蕊，它很容易养成盆景般的造型。然而，尽管其外观迷人，但沙漠玫瑰确实含有一定的毒性，特别是其乳汁中的毒性较强。这种有毒物质具有显著的强心作用，进入体内后可产生类似于强心苷的效果，容易增强心肌纤维收缩力，并对心脏传导和迷走神经造成刺激，进而可能引发心律失常。患者可能会出现心慌、气短、心悸、焦虑不安等症状，甚至在大剂量误服的情况下，有导致急性心力衰竭、休克、死亡的风险。因此，对于沙漠玫瑰的养护，我们应格外小心，避免误食其花瓣或接触到其乳汁。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或宠物的家庭，孩子和猫狗的好奇心往往非常重，而且总喜欢把不认识的东西放到嘴里，因此这些家庭应该格外小心，最好把沙漠玫瑰放置在儿童和宠物触及不到的地方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在修剪沙漠玫瑰的时候，我们也最好戴上手套，以免接触到有毒的枝叶，同时修剪的工具也需要做消毒处理。修剪沙漠玫瑰时要观察天气，最好选择温度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进行，温度过低可能会造成伤口冻伤，或者伤口愈合较慢。而且要选择3天内都是晴天的时候修剪，避开阴雨天，防止湿度过大导致沙漠玫瑰的伤口感染。什么样的沙漠玫瑰需要修剪呢？一是徒长，这样的植株看起来瘦瘦高高的不好看，这时候就可以通过修剪来获得胖胖的沙漠玫瑰。二是想要一个枝条变多枝条，很多花友喜欢枝条多一点，不仅株型漂亮，而且开的花也会更多，这也可以通过修剪枝条来实现。想要沙漠玫瑰的枝条变多，可以在修剪之后，在靠近顶端的地方划上2-3刀，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植株愈合速度，还可以增加枝条数量。还有就是可以进行多次修剪，这样就可以1变2， 2变4，植株会越来越饱满。但是修剪的间隔不要太短，否则枝条会比较瘦弱。沙漠玫瑰是非常喜欢光照的植物，在修剪结束后就可以放到散射光充足的地方养护了，但是注意不要阳光暴晒，避免新的叶片被晒伤。浇水要等到伤口全部愈合之后再浇，避免水分过多引起伤口腐烂。等到新的枝条长出3至4片叶时，就可以正常养护了。2、其他有毒的常见室内绿植，除了沙漠玫瑰外，还有许多常见的室内绿植也具有一定的毒性。了解这些绿植的毒性特点，对于保障家庭成员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一、夹竹桃。夹竹桃是一种开花美丽的灌木或小乔木，因其花朵艳丽且花期长而备受喜爱。然而，夹竹桃全株都含有多种强心苷，这是一种能抑制心脏活动的物质。如果误食或接触到其汁液，会引起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头晕、心悸等症状，严重者还会出现心律失常、休克、呼吸衰竭等。因此，夹竹桃虽美，但养护时需格外小心，最好戴上手套，尤其是修剪枝条的时候。此外，夹竹桃的落花、修剪下来的枝叶等也要小心收集起来，统一销毁处理，以免被家里的孩子或宠物拿来玩耍，误食了它们。2、滴水观音。滴水观音又名天仙果、天仙花等，其茎、叶、花、果实都含有有毒的草酸钙晶体和氰化物。
误食或接触到其汁液后，会引起口腔、咽喉、食道等部位的灼伤、肿胀、溃烂等症状，严重者还会出现呼吸困难、心跳加快、血压下降等。曾经有人因为觉得滴水观音的果实太诱人，采摘食用后被紧急送医，因此千万不要觉得滴水观音长得好看就一定好吃，要记住这是一种全株有毒的植物，只要仅仅观赏其美丽就行了，千万别随意触碰。3. 绿萝。绿萝是常见的室内观叶植物之一，生命力旺盛，往往不需要怎么打理也能郁郁葱葱，而且还具有净化空气的功能。然而，绿萝也含有草酸钙晶体和氰化物等有毒物质，误食或接触到其汁液后，同样会引起口腔、咽喉等部位的不适症状。此外，绿萝还会释放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， 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。因此，在养护绿萝时，也需注意避免直接接触其枝叶。4. 水仙。水仙花是一种常见的室内盆栽花卉，因其洁白的花瓣和清新的香气而备受喜爱。水仙花的种球看上去像蒜，但大家千万别真把它当作蒜来食用哦。水仙的鳞茎和花含有多种生物碱，误食后可能导致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，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。水仙花的养护也很简单，水仙花喜温暖湿润的环境，耐寒性不强，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。水仙花需要充足的阳光，一般需放置在室内向阳处或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，避免强光直射。水仙花可以土培也可以水培，但无论是哪种方式，都需要保证水质的清洁。在水培时，要选择优质的种球，并使用清洁的自来水或雨水进行养护。刚上盆时，可以每天换一次水，之后逐渐减少换水频率，待花苞形成后，每周换一次水即可。此外，还要注意给水仙花叶片喷洒水汽，保持环境湿润。5. 一品红。一品红的白色乳汁具有毒性，若不慎接触皮肤，可能引起红肿、瘙痒，误食则可能导致呕吐、腹泻等中毒症状。6. 龟背竹。龟背竹又名龟背芋，是一种耐阴耐旱的大叶片热带植物，因为叶片肥大美观，非常受人们的喜欢，把它放在客厅很能提升客厅的格调。然而，龟背竹也是一种有毒的植物，其茎、叶、根都含有龟背竹碱和龟背竹苷等生物碱和苷类物质。误食或接触到其汁液后，会引起口腔发炎、恶心呕吐、腹泻等症状，严重者还会出现心律失常、昏迷等。因此，在养护龟背竹时，要注意戴上手套，同时避免在龟背竹身上制造伤口，以免接触到枝叶。7. 光棍树。光棍树因其独特的形态而得名，它属于大戟科的一种肉质木本植物，原产东非、南非的热带干旱地区。整株树无花无叶，仅剩光秃秃的枝丫，犹如一根根棍棒插在树上，故人们戏称为光棍树。因它的枝条碧绿、光滑、有光泽，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绿玉树、绿珊瑚或神仙棒。又因为光棍树的茎中含有乳白色的汁液，故又有人叫它牛奶树。然而，这些看上去像牛奶的乳白汁液却是有剧毒的，沾到皮肤后会引起红肿发痒等不适症状，如果汁液不慎入眼，甚至可能导致失明。因此，观赏或栽培光棍树时需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乳汁进入人的口、耳、眼、鼻或伤口中。不过，光棍树的剧毒汁液也有好处，这种有毒的乳汁却能抵抗病毒和害虫的侵袭，从而起到保护树体的作用。因此，养护光棍树时几乎不需要担心病虫害的问题。3. 养护有毒绿植的注意事项。在养护这些有毒绿植时，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： 1. 位置选择，将有毒绿植放置在儿童或宠物难以触及的地方，以减少误食或接触的风险。2. 定期修剪，定期修剪枯萎或多余的枝叶，保持植株的整洁与健康，同时减少有毒物质的积累。3. 避免接触，在处理有毒绿植时，应佩戴手套等防护用品，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其枝叶。4. 妥善处置，若有毒绿植的枝叶不慎掉落或受损，应及时清理并妥善处理，避免误食或接触。5. 了解知识，在养护有毒绿植前，应充分了解其毒性特点和养护方法，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迅速应对。
在选择室内绿植时，我们不仅要关注其观赏价值和净化空气的功能，还要充分了解其毒性特点。对于含有毒性的绿植，如沙漠玫瑰、夹竹桃、滴水观音等，我们应谨慎养护，避免误食或接触到其有毒部位。同时，对于家中有小孩或宠物的家庭来说，更应选择无毒或毒性较小的绿植进行装饰。在享受绿植带来的美感与生机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时刻关注其潜在的风险与危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关于家养有毒植物的问题。喜欢这期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